大家好，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我是美玲。暑假本該是教師充電放鬆的黃金期，行萬里路看世界，更新知識，這本是教育者的正當權利。可現實中，不少地方仍在搞層層加碼，把普通教師的護照一刀切收走，甚至限制出行的次數和天數。這段時間以來呢，中國一些地區出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幾乎是全民護照都要被暫時上交保管，而且呢，個人要出境還得提前報備，甚至呢還要進行審批。貴州遵義的劉小南向海外的中文媒體披露說，聽說呀，我們這裡經常去美國、歐洲、日本的人呢，最近都要求上繳護照。回來以後呢，還被騙警叫去做筆錄，問出國幹什麼去了。有朋友說護照交上去了，那麼如果以後再想出國呢，要先向街道辦事處申請，而且呢，街道辦人員的護照在2025年就已經統一上交了。上交護照的這件事呢，一般是由當地的派出所、街道或是社區通知執行的。有的地區呢，也會登記護照的信息，卻不明確告訴護照的暫存期限或者是法律依據。那麼如果是需要出國探親或是工作呢，就要事先說清楚護照的用途，還要在政府的相關部門來進行審批以後呢，才能夠把護照給拿回來。而且呢，具體流程和等待時间長短也是因人而異。說白了呢，那就是全憑運氣。那麼至於說是否能夠趕上緊急情況，那就得看工作人員心情如何了。在中國大陸經歷過的都懂的。而且呢，民眾只要是預定了國際機票的，就很可能會接到警察或是當地社區人員的電話，詳細的詢問出國的目的地以及出國的原因，以及是否準備長期待在國外，出國是否和工作、探親和其他事情有關。貴州省的貴陽市的黃先生說，公安局要向街道辦和騙警調查你的個人情況，比如像是有沒有進過監獄，有沒有被列入失信名單。只要是訂了國際航班機票的，警察就打電話問你出國幹什麼，那你就得解釋清楚。那麼即使走到了最後的一步，到了機場，難度也是沒有減少。從過海關到出境，這裡的每一步都比以前更加嚴格。有的人呢，甚至現場直接被勸返了；有的人被海關人員嚴格盤查，還會隨時抽查他們的行李，檢查手機，看各種資料。一旦發現敏感的東西呢，那麼出行者的護照和簽證就當場作廢了。目前呢，甘肅、貴州、雲南等省份都出現了公民護照被上交保管的情況，而且呢，涉及人群還不只是單一的，幾乎是全民都要上交護照。我們來看看這個視頻，對中共體制內人士來說呢，出國到底有多難？但對於公職人員來說，還真不能任性的說走就走，因為他們的護照、港澳通行證都上交保管了。有朋友說，那他们不能出国旅遊嗎？能，但是要看具体情況。首先呢，審批流程必須走到位。打個比方，在縣裡，只要是副科級別，就算是縣委直接管理的县管幹部，他們的護照就得統一交到组织部保管。其他普通公職員的護照都由本單位負責幹部人事工作的負責保管。其他的重点崗位、技術人才或特殊人群等出国出境更不仅单位，還要通過省市2级组织部的批准。從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一線大城市，再到廣西和陝西等這些比較偏遠、經濟相對落後的省份呢，都要求當地的公務員、企事業單位，甚至是央企的部門主管，都必須把護照和港澳通行證等證件呢上交給單位進行統一保管。就算是基層的科级的公務員，也不得私自保管出入境證件。事實上呀，早在2025年6月前後呢，中共當局就開始全面推行收繳護照的做法了。很多科長和副科長級別的主管呢，都被要求上交護照和港澳通行證。他們如果想用護照呢，也是非常麻煩的。如果呢他想出國，就必須要事先向單位提出書面申請，再由科室以上的分管領導逐級簽字，最後呢才送交人事部門來進行審批。央企的基層呢也是一樣。現在出國前都需要提前1個月來提交申請來拿護照，還得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出國、出國的目的地以及同行人員等相關的詳細信息。那麼如果是出國探親呢，還得另外填一套表格。可幾年前出國呢，根本就不用這樣做。而現在呢，不光是在職的體制內人士呢，要求被限制使用護照，就連已經退休的那些人呢，也面臨着這個問題。一名廣西省縣城的退休的公務員呢，拿到國外的永久的居留身份，他很高興的要回國探親，但是原來的任職的單位呢，卻要求他上交護照。接下來的遭遇更讓人嘖舌。
這個退休的公務員呢，申請返國後呢再出境，单位只給批了半年的时间。那麼如果超过半年不回国呢，養老金就要被停發了，而這也根本就不符合相關的規定。其實說白了呢，單位的這一套規定呢就是違法的。那麼為什麼中共當局對體制內的官員也要嚴防死守呢？學者趙先生分析道，中共當局要求他們上交護照，很可能是為了防範體制內人士貸款潛逃或者是對外洩密。他說，現在貪官是越來越多了，還有集資詐騙暴雷牽扯出的官員，一些頂包跑路，這些案件的背後其實都有當官的在撐腰。於是呢，中共各部門都在层层的把關，他們害怕放走貪官被追究连带的責任。中共當局不光是限制普通百姓和官員的群體出國，现在呢，就連教師群體的護照也要求上繳。廣州民眾小廖女士說呢，我同學在小學教書，護照呢也被單位給收走了，想要護照就得靠關係，現在呢連去香港都要申請。而這也並非是個別現象。老師的護照應該放在哪裡？國家出入境管理法規明文規定，護照就應該放在老師自己的手裡。可是現如今，好多地方老師、醫生這些本該擁有自己護照的人，卻把護照交到了學校，交到了教育局，導致想出國走一走、長長見識都出不去。這種層層加碼，這種變相管控老師的行為，真的該改一改了。這退休了沒什麼事兒，想去外面走走。可是那護照呢，還被統一管理着。其實呀，一個老師，就算他不退休，放了假去外面走走，愉悅一下身心，見見外面的世界，也是很好的事情，也沒啥，沒必要搞得那麼神秘兮兮的。難道說怕他把什麼重要的秘密帶出去，還是怕他到境外去半本補課？護照是公安部、公安局、公安機關發的，為什麼要把護照給收走統一保管呢？咱有點理解不了。你防止這些是不是富人外逃、高官外逃？咱是個普通老師，咱能逃到哪兒去呢？咱還有工作呢，還要養家糊口呢。咱到國外去，頂多就是看一看，都得抓緊回來。這名老師表示，在國外多住2天呢，一碰口袋，錢就所剩無幾了。早幾年呢，還能夠自由的去香港、澳門去旅遊。他的同事在香港的遭遇十分的尷尬。一般的旅遊團到了香港呢，通常都是買很多的東西。這老師組成的旅遊團呢，到香港以後只是看看風景，捨不得花錢。一天上午，導遊說大家自由活動，想買什麼就出去買。這群老師呢，只好在賓館來打牌。所以呢，旅遊團一般都不喜歡接待老師，覺得他們太小氣。這名老師反問，為什麼要把老師的護照集中統一管理呢？您覺得老師有這個財力到國外來逍遙嗎？其實老師並沒有這個經濟實力。難道老師有什麼祕密可以帶到國外去嗎？他自嘲地說，我們的先進教法、早讀管理經驗還是量化管理細則這些東西，是不是怕被國外給學去呀？他指出，護照都不在自己手裡，也不能要回來。老師因公出國還要層層批准，因私出國一概不准。而在中國大陸呢，就連在銀行上班的工作人員，甚至也需要上繳護照。原因是為了員工管理。其實呢，早年10幾年前是不用收護照的，但是有一段時間就有那麼幾年員工管理確實不當，就有些員工他是非法集資幾個小目標或者是怎麼樣的。像去年還是前年，好像有個銀行的也是捲了客戶還是什麼的錢5個小目標，反正就是這種他容易逃到國外去。中共當局全面收繳護照的行為呢，也嚴重影響到了經商者群體。兄弟們，澳門做事的人天都塌了，天都塌了，兄弟們，真的是两眼淚汪汪啊！2026年1月1號開始澳門海關會在機場抽查那些經常用護照飛第3國的人。如果你在澳門裡面飛了2個月，2個月以上，他會給你拒澳1個月，抽查到你的話。如果你在澳門飛了半年以上，就是在澳門裡面經常往返第3國，抽查到你，他會給你拒澳1年兄弟們，這是最新的海關規定會抽查。中共全面統一收繳護照，對商業活動造成影響，很可能會立竿見影。
因為那些依賴區域銷售會議或者是工廠審核的私企工作人員，很可能需要等待好幾個星期的審批週期，而這無疑會削弱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競爭力。而跨國公司人力資源經理也對此表示擔心，因為在中國的員工呢，很可能錯過國外的培訓或者是派遣的機會，從而加大繼任計劃的難度。對此呢，有的旅遊顧問建議公司應該制定應急的方案，比如像通過召開線上會議，或是盡早申請緊急的商務護照等，而這也都是無可奈何的做法。雖然中國官方並沒有公布任何的統一文件或是明確的法律依據，比如像上海、深圳領事機構表示還沒有接到扣押公眾護照的指令，但是呢，有些沿海的省份的國企已經開始了集中保管公民的護照等證件，以便管理。在中共基層，要求上繳護照的措施呢，已經被普遍執行，涉及對象包括公務員、教師和國企員工等。只要出境，就必須得層層的批報。此外呢，中國也針對宗教採取了收護照的舉措。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主教團通過內部的規定，要求全體的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教職人員把護照和港澳台的通行證統一上交保管。雖然現在還沒有看到中共的相關政策，但是也有人擔心，這要求很可能會擴及其他的宗教。有基督教徒披露說呢，現在三自教會也傳出了演繹類似模式。雖然中共當局大規模統一上繳國民的護照，但是這種幾乎是波及全民的做法，是否是合法的呢？依據中國的現行法律，護照是公民的合法證件，在中國任何組織或是個人都不得非法扣押，只有公安機關、法院、檢察院在辦理具體案件情況下，才能夠依法扣押當事人的護照。武漢律師張先生強調，如果不是針對具體案件的當事人，而是對普通的居民普遍要求他們上交護照，就必須得有明確的法律依據、適用條件與程序，不然的話呢，合法性問題會非常的突出。張律師表示，在中國現在無論是用人單位還是街道辦事處，他們都無權對因私出國的人實行集中統一保管護照或者是變相的審批。那麼也就是說呢，儘管中共當局仍在加碼收繳中國人的護照，但在法律界人士來看，這種打着暫存報備為名的措施，是對中國公民自由流動的前置性管控，而且呢，已經超出了政府及相關單位正常行政管理的範圍。說白了就是呢，儘管中共當局強行要求民眾上繳護照，但是即便按照中共國的法律來說呢，這種行為也是違法和站不住腳的。中共想堵住民眾主動逃離中國的路，也是不想讓那些有錢人把資金轉移出去。但是民心思變，靠着封堵怎麼能改變人心呢？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點燃希望，為正義發聲。感謝您關注看大陸節目，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